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在人生的追求中，大多数人都将目光聚焦在物质的积累与地位的攀升上，仿佛只有不断拥有更多，生活才会更加富足。但正如冯梦龙在《警世通言》中所言，事不可使尽，福不可享尽，便宜不可占尽，聪明不可用尽。追求的无度，往往会将我们引向反面，使人生变得沉重而疲惫。中年以后，真正聪明的、懂生活的人都从4个方面过低配生活：物质低配、情绪低配、社交低配和欲望低配，方能轻装简行，安然度日。1. 物质低配，删繁就简，丰盈内心。斯蒂芬·金在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小桌子理论。写作时，他只需要1平方米的小桌子、1盏小台灯和一些稿纸。尽管后来他换了一张豪华书桌，却发现那种浮华的环境反而让他灵感全无。最终，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小桌子上。物质低配并不意味着压缩生存空间或降低生活质量，而是在生活中学会舍弃那些非必要的物件，从而腾出空间与时间，追求内心的丰盈。居里夫人在婚后拒绝添置过多家具，只为将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这种删繁就简的生活方式不仅让她与丈夫的生活更加轻松，也让他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。如今的社会，人们常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中，被广告、社交媒体引导购买不必要的商品。许多人习惯在节假日抢购打折商品，囤积了大量无用的东西，却忽略了这些物品背后隐藏的成本、时间、金钱，甚至是心理负担。物质过剩不仅占据了居住空间，也让人容易陷入一种对新鲜感的无止境追逐。人到中年，不妨少买1件衣服，多读1本书，少购置1件奢侈品，多学习1门课程。物质的减少并不会降低生活的幸福感，反而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灵魂的充实，真正实现低配生活，高配灵魂。2. 情绪低配，平和心态，拥抱自在。情绪是生活的镜子，正如西塞罗所言，任何情绪的波动都是对心灵的破坏。一个人若总是被负面情绪缠绕，就会耗费大量精力，生活也随之失去了原有的乐趣。我们常因别人的无心之语或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困扰不已，久而久之，这些情绪便会成为无形的枷锁，限制我们的心灵自由。陶渊明因看不惯官场的虚伪而选择归隐田园，他放下了官场的纷扰，也摆脱了情绪的桎梏，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。在那样的状态下，他创作的诗歌平淡自然，充满对生活的热爱。可见，唯有放下负面情绪，才能更好地拥抱生活。现代社会中，人际交往频繁，但也伴随着误解、嫉妒和攀比的压力。尤其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，人们更容易因为朋友圈里的完美生活而感到焦虑。这种比较心态不仅无助于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，反而让我们失去了对当下的感知力。学会情绪低配，不是要压抑情绪，
而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不嫉妒，不怨恨，不纠结，内心平静如水，幸福便会如影随形。可以通过冥想、阅读和运动等方式调节情绪，避免过度关注负面的事情。正如有人所说，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你对它笑，它便对你笑。3. 社交低配，减负人际，珍惜真情。年少时，我们总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，于是忙于各种社交应酬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才渐渐明白，真正能与自己相伴一生的朋友寥寥无几，过多的社交关系反而会成为生活的负担。蒲松龄曾言：“宴笑有朋多，患难之交寡。”年少的热闹和繁华，终究抵不过岁月的筛选。曹操与袁绍曾是患难与共的挚友，却因权力与利益反目成仇。人性复杂多变，太过依赖他人，只会让自己承受更多风险与伤害。退休之后，社交低配显得尤为重要。我们无需让所有人都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，只需珍惜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人。适当减少无意义的社交活动，把时间留给家人、自己以及那些值得深交的朋友，生活反而更加轻松愉悦。此外，学会分辨关系的深浅也很重要。一些表面热络却缺乏实际意义的酒肉朋友，并不会在你真正需要帮助时挺身而出。相反，那些能够分享内心、给予支持的知己，才是值得用心维护的关系。断舍离式的社交理念，不仅让人感到轻松，还能让有限的时间被更有价值的交流填满。4. 欲望低配，减轻负重，回归本真。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庄子曾言：“鹪鹩巢林，不过一只；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人生在世，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多，但许多人却在追逐欲望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。现代经济学家提到，相对剥夺感是人们欲望膨胀的重要来源。当一个人看到身边的朋友换了新车，搬进了大房子，就会不自觉地产生类似的消费冲动。这种欲望并非源自内心的真实需求，而是外界环境的刺激。结果是，我们可能为了一些并非必须的物品，背上沉重的债务，甚至影响到生活的稳定性。金庸的《连城诀》中，几乎所有人都为了一本藏有宝藏地图的剑谱争得头破血流，最后却徒留一地遗憾。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将过多心思放在物质追求上，就会错过灵魂的滋养。杨绛先生曾说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过欲望低配的生活，并非放弃追求，而是学会区分真正需要与虚假需求。满足基本的物质所需后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充实精神世界，享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。可以尝试在生活中实践极简主义，例如定期整理家居，清理那些不再使用的物品。在购物时问自己，这件东西对我的生活真的必要吗？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简单，还能帮助我们减少资源的浪费，为环境保护贡献一份力量。以低配生活成就高配人生，过低配生活
并不是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，而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式卸下生活的负重，轻装上阵。物质的简化让我们更专注于内心，情绪的平和让我们更接近幸福，社交的减负让我们更珍惜真情，欲望的节制让我们更接近本真。正如冯梦龙所说：“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”人生的美好并不在于无限的追求，而在于学会适度，懂得满足。在纷繁的世界中，减去不必要的负担，留住简单的幸福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滋味。那些懂得过低配生活的人，最终会发现，所谓的低配，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高配。